它里面搭载的必杀技一共有5种，我直接傻眼，哈。Levi's 斩击者啊！吼吼 No sir no sir， 我上我们叫干嘛呢？我们家开箱这东西啊，算是跟旧品做一个联动的东西，好不好？而且我们好像也蛮久没有把它拿出来，所以呢，今天刚好可以拿出来帮大家复习一下。所以呢，我们就马上拿出我们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个按压硬锤50，好不好？这个武器在剧中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呢，基本上是配给我们的 Vice 啊，因为有觉得在剧中里面展示真是有点不清不楚，所以呢，我今天尽量把它讲清楚吧。因为呢，它里面搭载的必杀技一共有5种，我直接傻眼。当然，除了这个单体的锤子必杀之外呢，基本上也是可以跟我们 Levi's 的第一把武器进行一个合体，好不好？拉变成一把非常非常巨大的剑啊，这个点我觉得非常非常赞。把这个讲完之后呢，那我们现在就稍微来看它的外盒，看完之后来开箱。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 Levi 跟 Vice 这个武器也是比较偏向于不绑形态武器啊。合体之后，这边还有一个 Levi 拿着这把武器的样子，这边还有一个 Vice 拿这个武器的样子。我觉得 Vice 比较适合拿这一把，老实讲。再来之后这边有说明啊，5种必杀自由选择，按压下面也可以感应其他印章进行一个超必杀技，最后就是合体的超必杀技。那我们把这个讲完之后呢，开箱。大小我觉得还算是可以接受，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50锤，好吗？我要先更正我2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滞销品的无聊武器，完全改观。它里面搭载的东西，就跟它实在。所以它不单单只是主打合体啊，它本身的内容也够丰富，好不好？第二个点就是说呢，一直觉得它这个跟 XA 没有关系，狗屁！搭载内容音效上面都非常像 XA 那个剑锤。魔改的地方就是它变成剑的形态，它剑的形态就是要搭配那把武器进行使用。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这一次真的是铁了心，想要专心做剧情，所以呢就完全不割舍给商业化了。我个人觉得，不然真来说，这应该是要跟胡狼一起出现的。来，各位，这就是我们的印章锤的一个上半部啊。这一次这整个配色，我个人觉得很像玩偶的感觉，你知道吗？大面积这样一个颜色啊，然后呢，中间这个加3条黑色的一个细线。说实在，这一次纹理真的是做超级无敌普通，你知道吗？普通到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讲它。这一次是整个外观设计，我觉得普普通通。再说它前面这边有类似星星的一个符号，底部这边差不多长这样，哇，这涂装真是少到吓死了。基本上只有这边给那个蓝色类似那种珠光器的涂装，所以整个会有点小小反光。然后呢，跟大家补充一下，这算是万代的一个常规操作，只涂一半，后面的话基本上没有任何上色啊，因为由于这个算是一个扩充套件的一个设计啊，所以呢，它这边比较多裸露的那种连接结构啊，就没有完全做个收纳，比较可惜一点啊，所以呢，多少会有点影响美观度啊。我觉得它是直接把一个升级套件，然后做成像武器的样子啊。单看的话，我个人觉得是有点无力啊，老实讲。然后呢，它整个握起来大小大概长这样啊，真的有点小。我们稍微拿一下 XA 这个啾啾锤啊，我觉得大小差不多，只是这个锤做的比较宽啊，所以看起来比较厚重一点。然后呢，我要先说为什么我会讲它基本上很致敬感觉，因为呢。这么游戏的声音不致敬也很难，好不好？整个感觉电蚊感比较重一些啦，它就像只有搭一种锤的音效而已。然后呢，长药就也没有触发特殊音效。我们把这个基础玩完之后呢，重点是它的一个必杀技啊，它这次必杀技一共有5种可以选择，这5种都有专属音效，真是拼了命在做音效，我真的是完全吓到。在玩这个之前，我们先来一个基础形态的変身。基本上第一件事先按压这边，这样进入一个待机的状态，然后按压这边。这样子我们就触发第一种必杀技了。好，我们现在的话就将所有的必杀技一次展示给大家看，好不好？
这个真让人有点匪夷所思，他怎么会收一个吸尘器在里面？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好吗？这个花居然就是我们 Vice 第一次拿到这个所展示的一个必杀技，跟大家做个补充。有没有？代金完完全全不一样，这个点是超级无敌猛的，好吗？这一次真的算是藏蛮深的，这5个我完全看不出来跟其他骑士的连接性啊。车子、饮料、平交道，所以我好奇后期会怎么使用这个武器啊。然后呢，我要先说，你以为他除了这个选择必杀之外就没有其他必杀技吗？没有，好吧？他这边的话是有带一个光感元件的读取啊。来，我拿这个进行搭配。没事的话，记得先按一下，以防后面这边没有触发。这真的超方便，以前还没这样卡进去，结果现在都藏光感元件，我觉得还不错，很有科技感，而且让这整个花变得非常有质感。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就算你刷那印章，它就像就是有改前面那个触发音，而且前面的触发音还是由它发出的，所以呢，不管读取什么，它跑出来的必杀音效都一样啊。然后呢，最后就是将这个与这一把合并在一起，好不好？然后这一把我要先事先展开，因为在剧中也是这样，压这边，展开，展开，从后面这边开始扣，将它扣进去。Levi's 斩击者啊，真的是超级无敌帅！他整个这样伸直，然后再展开一个刃之后呢，再把它整个斗起来，真的有震撼到。我说认真的，这把武器我非常非常满意啊。然后呢，再加上因为有件他们这些采用光感元件嘛，所以呢，他将2个光感元件这样对接，对接之后呢，两边触发才会产生这个全新的一个系统啊。基本上这一次如果假设你没有买这个武器的话，是你完全不可能会知道有这个系统，好不好？然后呢，我稍微比一下，大家应该就有感觉了。差不多快要是2把，近乎快要乘以2才会等于这个、啊，跟我们卡布的左键差不多长而且卡布的左键还短一点点哦，跟我们的10国剑戒石比话一样长，可见这把 size 我觉得算是蛮惊人的，好不好？然后把它拿起来一下，很有重量哦，哇吼吼！然后呢，我们现在稍微听一下，因为它毕竟它合并过嘛，它系统是有升级过的，所以呢。整个打击感是有出来的，好不好？我觉得这样不错，跟以往武器不会有那种软绵绵感觉，而且真的有点重。比较可惜一点的是，它这个状态下能触发的东西就变得非常非常之少了。不错不错不错，多加一个 Let's Go， 听起来很带感的。然后呢，我们再使用一下剧中的一个搭配啊。剧中第一次使用的话，基本上也是搭配这个进行使用。搭配我们的胡狼的一个必杀技啊，没有改，好不好？音效都长一样。你会发现我刚才讲的点，因为呢，有鉴于它的读取槽被盖住了嘛，就像你只能盖印章啊，盖印章的话就没有任何读取，所以呢，刷出来必杀技都长一样，比较可惜一点啦。然后呢，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呢。这边是可以按的，但是没有办法触发额外音效，所以到时候这个玩法很简单，就是说你只能依靠动作上的一个联动去模拟出它附带不同能力的感觉，然后音效是不会变的，就这样而已。跟大家做个补充啊，如果你要拆解掉这个的话，就要按这里往上抽。这样就可以直接拆解哦，不要硬扯哦。好，各位，以上就是我们这次卡梅雷拉Levi's武器升级套件的开箱，好不好？我觉得如果单论这个锤子外观来讲，是真的有点普通，而且重点是太多镂空结构，就真的只是把它设计像一个套件的感觉啊。它内容搭载的必杀，我觉得算是非常非常丰富啊，让我很惊讶，一个小小设计套件可以搭载这么多的东西。再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呢，又加上它一个合体，所以让我对于这个加分加非常非常之多啊。好，所以呢，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一个卡梅雷拉Levi's的一个全新商品开箱。如果想要请把来分享，每周没有时间，拜拜。